Hello，各位好，我是 Red Vision Lab 修成所的阿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澳洲这个国家是怎么默默地成为全球公认的 AI 超级使用者？他们在使用 AI 这件事上，到底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好，一开始我先丢一个数字给你，4.1倍。这数字代表什么？它代表澳洲人使用 AI 工具 Claude 的人均频率，居然是根据他们人口规模来预期的4倍以上。你没听错，是4倍。这已经不是小小的领先了，这根本是压倒性的超前。这也让澳洲成为我们这次分析一个成熟 AI 市场的最佳范本。你想想看，当一个国家的人用 AI 用到这种程度，这就已经不只是大家都会用这么简单了。它其实是在预告我们未来的工作模式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次的分析就是要来拆解看看，当一个市场对 AI 的使用进入所谓的成熟阶段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步，这些 AI 的超级使用者到底都分布在澳洲的哪些地方？当我们把地图摊开来看，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AI 的使用并不是平均分布在澳洲各地，而是高度集中。光是新南威尔斯和维多利亚这2个州就占了将近70%的总使用量。而且更有趣的是，放眼整个澳洲，也只有这2个州的人均使用率是高于全国预期水平的。这就引导我们去思考下一个问题了。听到这里，你可能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就是钱的问题吗？对吧？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越有钱的地区，科技的采用率理所当然就越高。但是澳洲的数据却给了我们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答案。这里有趣的地方就来了，它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刻板印象。结果数据一出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AI 用的多不多，跟那个州的人均收入高低居然没有直接关系。那到底跟什么有关？答案是产业结构。数据显示 ，AI 使用率最高的州，正好就是那些金融、科技还有专业服务业最密集的地区。这告诉我们一个核心重点：驱动 AI 应用的关键不是你口袋有多鲜，而是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好的，了解了这些使用者在哪里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他们到底都用 AI 来做哪些具体的任务？如果你正在听，这部分非常值得你笔记一下。在数据中有一个最显著的差异，那就是跟全球平均相比，澳洲人使用 AI 来写程式的比例整整低了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讯号。它代表什么？它代表 AI 的应用已经走出了所谓的早期技术玩家的小圈圈，开始渗透到更广泛的商业跟个人生活里了。好，既然写程式的比例变低了，那这些多出来的精力，这些人到底把 AI 用到哪里去了？答案是用在更多元、更生活化的场景，从更高阶的管理工作、办公室的行政支援、工作上要回的各种 email， 到制作商业文件，甚至是规划自己的个人生活。AI 已经从一个专门给工程师用的工具，演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日常伙伴了。如果你正在听这部分，我认为是今天最精华的地方，因为它揭示了澳洲使用者最核心，同时也最反直觉的一个行为模式。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吊诡，甚至可以说是矛盾的现象。首先，澳洲使用者向 AI 提出的问题复杂度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你可能需要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平或专业知识，才有办法精准地问出这些问题。但吊诡的地方就在这，虽然他们问的问题很深很复杂，但他们实际要求 AI 解决的任务，平均花费的时间却比全球用户少了整整20%。这换句话说，他们问的是策略总监等级的问题，但却只要求 AI 执行专案经理等级的任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要解释这个矛盾，我们得先理解一个概念，叫做 AI 自主性。简单来说，高自主性就是你把一个任务从头到尾完整的丢给 AI 去做。低自主性呢，则是你把 AI 当成一个伙伴，跟它一起协作讨论。而澳洲使用者的自主性分数在1到5分的量表上只有3.38分，是相当低的。这里可以用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
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2种角色，第一种是实习生，你交代他一个庞大但相对简单的任务，然后就等他完成交给你，这就是高自主性。另一种角色呢是资深同事，你不会把整个专案丢给他，而是针对某个复杂的决策点，快速地跟他进行高品质的讨论，撞击出火花，这就是低自主性。而这正是澳洲人的用法，他们不把 AI 当成廉价的劳力，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能够激发思考、可以一起工作的智慧伙伴。好的，我们把刚刚讲的重点快速整理一下。从澳洲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 AI 应用在工作场域的演进路径。这个演进的过程可以很清楚地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 ，AI 是一个利基工具，就像早期的程式码辅助工具。第二阶段，它进化成一个通用的助理，帮你写 email， 做会议摘要。而澳洲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就代表着第3阶段的到来。AI 成为你的思维伙伴，一个用来进行深度协作的策略顾问。所以我们今天分析到现在最核心的一个洞见，其实就是这句话：未来工作模式的关键不再是你把多少工作授权给 AI， 而是你有多懂得如何与 AI 进行高品质的协作。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澳洲的案例告诉我们， AI 在我们工作中的角色正在从一个听命行事的实习生进化成为一个可以共同决策的资深同事。未来工作竞争力的关键不再是授权委派，而是深度协作。这也留下一个问题给你思考：当 AI 真的成为你的策略伙伴时，你现在的工作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